'Cause I've been chewing. 好的 ，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我是顾宇。好的，从今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商业摄影。然后因为很多同学在留言区问我商业摄影的一些流程，然后之后的课程会给大家讲一些商业摄影的一些基础流程。好的，可以看到这是我前2天刚拍摄的一组商业片，然后也是一组服装片，然后前面也放了一段花絮。就是我们在做商业摄影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我们要做方案。做方案就要跟客户进行沟通，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要确定我们的大概的出来的效果，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客户看一个出来的大致效果，这是我最终拍出来的一些效果，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机车朋克的一个感觉，然后最终选择了2张，然后这是最后的成片。因为商业摄影涉及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场景布置，一个灯光的布置，人物的造型，服装的搭配，以及道具的使用，还最终还有 pose， 还有最后的修片。其实商业摄影涉及到很多东西，所以说商业摄影不是一个人的活儿，是一个团队来制作的。好的，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最基础的，我们前期怎么去布光，以及我们在布光之前怎么去做一个模拟。因为就这样的商业拍摄，不像我们长期的在影棚拍摄写真，就是比如说我灯光想怎么摆怎么摆，我们不会在现场去拿着灯左右去试，也不会拿着相机一张一张去拍，我们可能一般会选择提前模拟好灯光，或者使用测光表测好曝光，这样会显得我们更专业一些，客户在现场看到也不会显得很尴尬。作为一个专业的商业摄影师，你不会去在现场去太多的去调整灯光，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微调。假如你在现场跟助理说啊，你把这个灯升高一点，把那个灯降低一点，好，这样好像不是很合适，你再来回调整一下，然后你用相机不停的拍，不停的闪，然后慢慢的去进行试光，这样其实是很不专业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选择一般在拍摄之前会进行一个模拟用光。好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模拟用光。好，说到模拟用光，就必须讲到这个软件 Set-A-Light 3D Studio 啊，这个名字一直也读不清楚，我们就叫它 3D Studio 吧。这个软件我用了很多年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就是可以模拟出我们想要的一些灯光，它的一些细节还原度以及灯光的效果都还不错。好，我们就从它的界面开始讲起。最上面是它的一些相机设置参数，比如说你的相机画幅是4:3还是16:9，用的50的镜头还是1855，快门速度、感光度、光圈，以及可以调整为黑白。这边是拍摄，可以看到我们调整为黑白以后，这边就变成黑白了。这就是我们相机取景器看到的一个画面，比如说我们调整为50，这就是我们50看到的一个效果。比如说你想用85的镜头，就是85的镜头，或者2470，我们最常用的2470，在它右边就可以进行变焦，比如说我们用70端、24端，这样可以去模拟你的机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用85的镜头，想用人像镜头，但是又想拍的比较全一点，我们就可以挪动我们相机的位置，这样也是可以的。假设我们今天用2470的镜头，然后我们今天用55端，然后我们移动它的位置，我们想拍一个全身，然后我们可以降低一些机位，镜头的俯仰都可以去进行调整，机位还可以再低一点，这样会显得人高一些。好的，我们今天拍的是一个男模，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模特给取消掉。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界面，下面这个界面可以选择一些模特比如说这个模特，我们把它移动上来，只要拖拽就可以了，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根据我们的布景调整人物的位置，以及调整它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放大其实看细节还不错。好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相机的位置再挪近一点，因为人物比较靠墙，相机往上扬一点。好了，确定好我们相机和模特的位置以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下面的一些设置。它默认的会有2盏灯，我们把这2盏灯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首先今天我们要拍的是一个室内的红蓝效果，有一点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好的，其实也不是赛博朋克，只是说红蓝对比是现在比较经典的一个色，包括现在电影里面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对比方式。色环上的一个对比色，假如用的不好会显得特别丑，但是用好了会特别好看。现在网上现在很火的电影小丑里面就用了大量的一个色环对比色来作为电影的主色调，整个感觉会非常棒。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其实有很多灯光可以选择，不同的裸灯，然后它的一些标照的尺寸，你也可以选择聚光筒、雷达罩、柔光伞，还有八角罩、方形柔光箱、条形柔光箱等等等等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去进行尝试，还有柔光屏都可以去进行选择。同时你还可以调整灯的一些指数，250瓦、500瓦，
还有1000瓦，还可以给它加相应的一些附件，比如说蜂巢，可以让它有聚光的效果。好，这里不需要蜂巢，我们就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把两盏灯打到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角度，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红外线，这是方便我们来对齐。按住鼠标右键可以左右转一下，可以看一下灯和人物是否平行。好的，调整完这里以后，我们就可以调整灯光的，给它添加色片。我们这边给它添加一个红色片，橙红色吧，给它添加一个橙红色的色片。好，在这边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蓝色片。其实因为色纸的颜色其实没有这么多，我们只是在这上面选择一个大致的颜色。色纸一般是大红色和大蓝色比较多一点。好的，我们放大看一下，人物的左右两边就已经有了红光和蓝光，也是有一点勾边的效果。好，这时候我们从相机里面看也能看到一个大概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个主光源，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一盏灯。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有工作室的灯光，这个就是环境光。我们环境光其实是不影响我们正常拍摄的，可以看到这里是没有任何变化，这里只是方便你移动人物和移动灯光，以及我们关灯以后看它的一个实际效果。好了，像这样的布光，一般我们会选择红光和蓝光作为辅助光，但是我们的主光需要相对来说更强烈一些，我们就需要一个瓦数比较高的闪光灯。好的，我们再添加一盏灯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对准人物，好，把灯位升高，稍微适当的升高一点，把灯向后挪一点。这里其实还可以调整灯光的开关，比如说我们把灯光关了，还可以进行观察。右边还可以调整灯光的一个指数，我们把灯光打开，可以让它的强度更强一些。好的，我们有了主光源以后，可以看到它把人物面部上的蓝光几乎压的没有了，但是人物脸上的曝光比较正常。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附件，然后让灯光比较压缩一点。我们把这个灯往后挪，把这个灯也可以调整为1000瓦，让它的亮度更亮一些。好，这时候我需要一个挡光板，然后可以调整它的角度以及它的位置。好，挡光板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同时我再添加一块挡光板，调整它的角度。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右边这个画面是有变化的。好，我们只需要一点点漏光的效果就可以了。OK， 好，我们左右看一下，可以看到我的2块挡光板只留了很窄很窄的一条缝，就是为了模拟一点点灯光照过去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人物身上和背影都有一条长长的一个照明效果，这样既有了主光源照亮人物面部，同时又有了两边蓝光和红光的一个效果。OK， 我们从上面可以仔细再看一下。这上面也有一个平面图可以观察，然后下面是我们刚才所用到的一些素材列表都在上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主光源1000瓦的一个闪光灯，然后用了2块黑板去进行遮挡，然后保留了中间比较硬朗的一个主光源，然后同时用了2个色片，一个蓝色片和一个红色片作为左右的一个辅助光。好，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就有了。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灯位图给客户，或者说给自己的助理去看，这样他们布光的时候就也不会不知道你具体想要什么样的灯光效果。这只是我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这样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多去尝试，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机顶伞，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电影反光板，还有金色反光板，还可以用到一些座椅道具，然后一些植物，然后在网上也可以下载相应的一些素材可以去进行使用。比如说你就需要拍一个简单的登机照，你可以模拟一个龙布朗光或者加上反光板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都可以去进行尝试。好的，这款软件我也是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中文版，然后包括它所有的菜单以及它的一些设置都是中文版，然后可以调整工作室的质量以及渲染出照片的一些质量都可以去进行调整。好的，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大家可以去进行下载的尝试。当我模拟出这个灯光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实际的拍摄，也可以从我前面的花絮可以看到，我大概的布光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有了布光以后，就可以考虑我们的后面的布景，还有使用的一些道具。当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就能拼凑出一个比较好或者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如果假如觉得这个教程不错，记得一键3连，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和我的 B 站深夜摄影教室，在公众号回复3D1066，我就会把这个软件提供给你。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古雨 ，peace。